嗨，大家好，我是 Nick，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工程师如何利用下班时间持续进步。身处在软体开发领域，你会发现技术是不断日新月异的在变更，然而要不断保持进步以及学习是软体工程师的宿命。单凭工作时间的累积是要花非常久才会成为一个行业的专家。对我来说，时间不会重来，如果能越早达到目标，岂不是越好？如果可以学习一项技术，我会希望3年就可以成为专家，而不会达到了5年才成为一般人。以1万小时的理论来说，如果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大概需要花1万个小时不断的练习、累积以及努力，才有办法成为专家。也就是说，如果按比例计算，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那么至少也要5年才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那么如果工作8小时以外，其余的时间也在增加这个领域的经验值，那么是不是不用花到5年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在我的软体工程师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朋友曾经问过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持续的成长以及进步。认识我比较深的朋友，通常都会知道，我是一个下班之后还会持续研究以及学习的人。哪怕是一个我不曾遇过的问题，我都会想要研究到深夜，把这个问题彻底的搞懂。但我也不全然是一个了无生活的程式码码师。如果你有 follow 过我的 Instagram 的话，你也会发现我平常除了骑车、玩车，甚至还会去冲浪、玩桌游等等。因为呢，我一直贯彻我自己的信念，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还有一句话，就是你平常看到这个 YouTube 的，这叫什么 ？You only live once， 知道了吧？那么今天这支影片主要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下班的时间之后经历了些什么，而这些时间的累积又达到了什么样的战绩，也会和你分享，在做这些时间管理之前，你必须了解你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利用它，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希望能帮助到一些下班后这样耍废休息、新年新希望没有1年做到的朋友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动力提升。如果你对这类型的影片有兴趣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任何内容咯。这个部分呢，会从我下班的时间开始和大家分享。平常大概都是晚上7点左右下班，那下班的时候就会用指纹机稍微记录一下这个时间。公司的内部就不太方便拍给大家看咯，但拍个电梯应该还是说得过去啦。那因为从疫情开始之后呢，我就更喜欢骑车通勤了，主要是因为我的鼻子如果戴口罩戴很久，会觉得头晕不舒服，而且我觉得骑车其实蛮舒压的。所以把车子弄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次骑就更享受咯。那我的通勤时间大概要30分钟左右，如果我再去顺便去买个晚餐，到家基本上就快8点了。那到家之后呢，迎面而来的是谁？是一名 UI 设计师的室友，有时候他也会先帮我买饭，这时候呢会一起当个电视儿童，边吃饭边找个影片来看，不然 Netflix 买了都没在看，实在是有点浪费。晚餐结束之后呢，大概会先处理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会去思考和规划进度。例如我目前手边有没有想写的文章还没完成的，或者是否要开始打大纲，也会去看一下 YouTube 的频道现在进度如何，是不是要开始规划下一次脚本或者是构思分镜表。这个时段也有可能是写新的，或是维护现有的 side project。也会和室友讨论一下可能 side project 的进度，或者是还要开发的东西。这个时间也会和室友稍微小聊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工作上面或是在哪边看到的。那大概弄到12点之后呢，差不多就开始去清洗肉身了。洗完澡之后呢，我会开始看一些脸书社团或者是订阅内容等等。那可能是前端、后端或者是 Rails 的。有时候看到有兴趣的文章或是影片，也会在这时候做阅读。但也有可能是做一些不太花费脑力的事情，例如帮影片上字幕等等的。那直到差不多2点左右，我就会开始准备睡觉了。以上的流水就是我下班到睡前的时间分配。不过我觉得要能够有效切分自己的目标跟时间，必须得先了解大脑怎么有效利用。这部分就会在下一个段落加以说明咯。我们先了解2个点，可以让你对于成长以及学习更有帮助。关于休息，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休息就是让身体去休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下班之后非常的累，想要滑一滑 Facebook Instagram， 想要躺在床上看漫画、打电动之类的。反正不管做什么，就是不要再碰跟工作有关的东西。通常下班回家会感受到累呢，其实是大脑想要切换另一个频率，换到另一个频道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把切换频率这件事情想象成大脑并不需要对这件事情做全速的运转，只要保持基本的运行就可以了。这也就像是你电脑的风扇声可能很大声，突然就变得比较平稳一点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大脑其实是透过切换频率或者是频道，让你感受到有放松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下班之后开始打电动，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但是你有想过吗？在打电动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是在思考如何去破这个副本打这个怪物，或者是如何去规划你的无人岛、什么大头菜之类的。
这些在打电动上面要做的事情，其实也都是大脑思考出来的结果，它并没有说完全不用思考啊，很废就可以做的事情。只要先理解这点呢，你就能够知道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是什么，让你更有效率的利用它。再来呢，我们谈谈上瘾。你可能会讨厌每天有类似的需求，写着大同小异的程式码，但却不会讨厌游戏中不断点击的每日任务以及每天要解的副本。一样是日复一日的做事情，为什么人类喜欢玩游戏却讨厌工作呢？因为游戏里面有明确的目标、经验值、反馈机制以及教学引导，这些呢都与人生不同。我们常常认为高手能够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成长、进步或者成就，是靠很强的意志力来达到的。其实呢，我认为更多的是靠着习惯以及上瘾去办到这些事情的。只要你能够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触发上瘾机制的，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款游戏来玩。对你需要磨练的技能感到上瘾，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花时间下去培养。要让自己对一件事情感到习惯，以认知心理学来说的公式就是触发加循环加奖励。循环的部分是需要提高你做事情的动机，如果当动机不足，那么这个循环就无法持续。而能够抵消动机的就是做一件事情的阻力。当我们不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它的阻力大于推力，认为我们动机不足或者是能力不够而不去做。所以当阻力大于推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事情我改天再做好了。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拖延我们的事情或者是目标，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做这件事情会遇到太多的困难，想着想着，恐惧就会在你的大脑里面逼你说啊，放弃好了，改天再做好了。所以最后呢，你就会被自己的恐惧绑架到无法动弹。而且人类的工作记忆体容量其实是很小的，小到就有点像是一台电脑大概只有 16KB 的 RAM 吧， 16KB 的动态记忆体之类的。所以当你设定了目标这些事情要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有了行动要点及相关讯息，可是由于工作记忆体实在太小了，你无法计算出更需要更多的细节或者是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于是恐惧就会建议你干脆别做了，我们不如隔天再说吧。要避免大脑出现这样的思考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提高你的动机，进而降低你的恐惧，也就是你的阻力。这里呢，我想和你分享，以我去年来说，我下班时间和空闲时间做的一个 side project， 我是如何去拆分以及时间管理的。在计划开始以前呢，我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React Native 做过一个完整的 app。我还记得去年当时我的目标是想要开发一个即时路况的 app。如果我只是一直想着我要做一个即时路况的整合，那到底要整合什么的话，这其实是非常发散的。光大脑想着很多事情要做，你可能光想着想着就会想放弃了。你可能要想我的 state management 要怎么管理，我的 API 要怎么开，那 server 要放哪里，谁来帮我架机器，可能很多事情如果在一开始想的很复杂的话，你就会放弃了。所以当时的我是一步一步替自己设计关卡，去降低每一个关卡的难度，提升我完成任务的动机。而我也因为这样子，进而快速获得每一次破关的成就感。这里我举个例子，我去年在做 side project 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它拆成，比方说几个关卡。第一关可能是我至少能够让 React Native 在我的电脑里面显示 Hello World 吧，就这么简单，我从来没写过，只要至少能够开就好了。那第二个步骤呢，我就随便找了一个 API， 至少能够串接 API 显示在我的 React Native 的 App 上面，那也就完成了串接 API 这个功能。那再来呢，是至少要能够在 React Native 上面开一个 Web View， 这个 Web View 希望能够显示国家公路局上面的即时影像画面。所以我每一次都把目标拆得非常小颗粒，然后分每一天可能有固定2个小时去把它完成，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积木一样，一个一个把它堆叠起来。也因为我的每个关卡是把目标切成小颗粒，并且是容易做到的，所以每次开发一个新功能，我就多学会用 React Native 这个工具，有开发了1次的经验。我也因为这样子的破关感觉，让我每一次都有成就感。因为关卡难度的降低，每一次达成都有成就感，就这样子在不断的循环当中，其实我就完成了一个 React Native 上架的 App 了。如果你想学习一件事情，比方说是程式语言，你可以参考游戏的机制来设计自己完成目标的进度，让这个目标可视化，就像玩游戏一样，游戏中有计分板，让你知道当前的经验值，目前破了多少副本，这样子你的大脑就不会太过于慌乱。下班时间妥善运用，可以让你身强体健，或是专业技术更加精进，甚至是打造多重收入，或是培养第2、第3专长。这个段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过去在下班时间后持续学习、成长以及挑战的日子，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以及战绩呢？这里就不讲太久以前的事情，我们以这支影片发布的2020年以及去年的2019年来做说明。在2019年，我完成了3件事情，写了58篇技术部落格的笔记，学习 React Native 并上架 App， 目前已经有了3万用户以及月
活 1.4 万的流量，写了关于 Ruby 用 Graph 这个 Gem 开发 API 的一本电子小书。在2020年呢，也就是从3月开始创立了 YouTube 频道，也就是你现在目前看到这个180天内获得了3万订阅以及总观看100万的流量，还写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做 YouTube 的电子小书。大概就是以上这些，全都是利用下班时间以及假日空闲的时间逐步累积而成的。如果你也有想达成却迟迟未行动的目标，先理解大脑的运作模式，学习拆分任务，让自己把人生当作一款游戏，对奖励机制逐渐的习惯和上瘾。我相信你也能够对自己的成长有一定的突破。不要用过去的经验局限了自己现在的行动，与其恐惧，不如奋力一试。最后，我想感谢一下大家在 YouTube 社群上面帮我参与那些投票，一起决定我影片的发布顺序。有放在选项上面，基本上都会尽力的纳入拍摄档期，所以如果全都要的大人们，那就只能敬请期待咯。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我们下次见。